这个地方的环境实在太美了，青山绿水，鸟语花香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水库，水域面积接近有100多亩，两边是植被丰富的山林。平时温度稍微低一点点，两边的山会长很多野生的蘑菇。在水库的边上有一栋没人居住的木房子。我们进入这个村子的时候，当地的老乡就告诉我们说，现在整个水库外包，意思呢，也就是如果价格合适，可以让有缘人在这边居住打理整个水库。这边是常年不干，而且这个水呢都是山里面的泉水养出来的鱼，肉质是特别好的。距离当地的村民住户接近是有2到3公里左右，非常偏僻。这边进去之后就是一个农家小院，这栋房子已经有好些年没有人在这边居住了。其实车子呢是可以通到院子里面的，这是一条砂石路。这边通车的话，要从这个大坝上方走过来，就是这块位置，从这边可开车进来的。整个水库的大坝呢就在这块，大概大坝的长度接近是有30米左右。可以看到房子的周边空地还有很多，包括这块。但是这边的地呢，它有个特点，都是这些碎石、风化的石头和泥巴掺杂在一起，不知道这样的泥土呢能不能种出一些庄稼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山上的植被长得倒是很好。这条路已经是修通了，当然有一段距离这个大坝边还没有硬化。屋门口的这块已经是做好了硬化的路面。在这边我们再来看看整个水库，环境还是真的很好。那边呢有2个钓鱼人。然后这栋木房子啊，建造的时间也比较久。当地老乡告诉我说，以前这里是住着一户人家，就在水库边上，后面这边没有邻居，就搬走了，也在外面呢是建了新房子，所以这栋房子呢一直都是空着的了。现在这个水库呢属于村集体的一个资产，如果需要打理的话，要和村里面去协商一个合理的价格，就可以完全拿得下来。整个木房子呢有3间，中间是堂屋，两边是卧室，背后呢是增加延伸了接近5米出去，就作为一个偏房，挺宽的。但是房子呢也是非常的简陋，这个大门都没有的。如果不稍加收拾的话，这栋房子是完全没有办法住人。好在呢，这栋房子的主体结构还算可以，适当的修整一下，应该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入住了。在这栋房子的下方呢，有一排房子，接近是有5间左右。以前啊，曾经有人在这边养羊，这是一个羊圈。应该后面水库呢又保护了水利资源，所以这个羊圈呢就不能继续在这里养了。房子现在也是空着的。这条水泥路呢一直延伸往大山的深处，这个地方我们的车子是没办法开进来，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再进去走一走，看一看究竟里面是否还有寨子了。因为这段路啊确实不好走，没有做硬化，而且路面呢凹凸不平。这栋房子我们也可以看一下，整个楼层高度并没有多高
2楼呢是完全没有装修的，总共只有2边的房间呢是装了这个木板墙。透过这边的窗户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里面有些生活的物品吗？应该这栋房子偶尔呢房主还是会回来。看这边是有几个木板，可能是平时钓鱼人在这边铺床睡觉的，因为这个水库边上经常会有一些外地的钓友过来钓鱼，这个呢就铺了一个简易的木床。如果把它整体拿下的话，可以供给一些钓鱼的钓友在这边休息、聚餐、吃饭，开一个小小的农家乐，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。这栋房子的内部呢是开放式的，整个背后呢就是一个厨房，然后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厅，有很多朋友可以在这里吃饭，然后聚餐。小聚在这边还是挺不错的，可以带上一些亲子啊，做一些游戏，在水库边钓鱼。这个地方一玩个2-3天，我觉得都不会腻。当然，门前的视野也是特别的开阔，看就可以看到对面的大山，还有这个前面的大水库。整个水库呢都是用这样的铁丝网给围起来的，当然每个位置呢都还是留有这个一个口子，可以进入水库的边上。从这边呢我们可以到边上去看一看。现在也是下了雨啊，这个天气说晴就晴，说下雨就下雨。看这个水啊，绿油油，特别的干净清澈。这个位置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钓位，那里有几个砖块，这里有个砖柱，整个这边呢是一个鱼道。水库呢比较狭长，水面没有多宽，大概也就不到50-60米左右，但是很狭长，进去的话有200-300米深。这边还有一艘小木船，应该以前是看管水库的人留的木船，现在也没有用了。很平静的水面，一般像这样安静的地方打一个中窝钓大鱼的话，是只要手基本上都不会空军。那2个钓鱼人应该是早的就过来了。下次带上钓竿啊，要到这边来甩几竿钓鱼。刚刚我也询问了这2个钓鱼的大哥，他们说曾经有人把这栋房子租下来，然后把整个水库也承包下来，1年18000左右。大家觉得这个价格贵不贵啊？这样的一个水库，如果合理的去养鱼，在房子的背后养点鸡鸭牛羊，我觉得1年的收入应该可以把整个这个租金给赚回来。这么美的一个环境，这样子空着，确实挺可惜的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